私自录音是否合法有效，要看来源是否合法，是否经过剪辑。来源合法的、未经过剪辑的完整的录音是可以不经过本人的同意，就到法庭上就作为法庭判案的证据的。那什么叫合法来源呢？举个例子，如果我在你家里安了一个窃听器，那就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公共场合，我偷偷的录下了我们之间的对话，那么这个就是合法的。你赢了，你不甘心？的确有点不甘心。那我们再打一场。别，先歇会儿。我呢，不是一个想要霸占、刮扫家产的人。而且我跟你说过，我小的时候啊，特别喜欢打网球。而且那个时候啊，我教练跟我说，我要是好好练，真可以打职业赛。私自录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取证对象发现你正在录音，所以选择录音设备一定要选择体积小、易隐藏、音质高、待机时间长的录音设备，最好是可以进行复制的。对了，我特别喜欢跟你打球，虽说我没赢过你吧，但是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是唯一一个打球能赢我的人。那可能是大家都知道你太喜欢赢了，故意让你赢的。的确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尊重能够打赢我的人。好，那我争取以后每次都赢你。私自录音，又不被对方察觉，还让对方和盘突出，除非对方是对你极其信任的，至少是对你有好感的人。你直接说你的问题。利用别人对你的信任，来套取录音，以便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来击败对方。您不觉得这种间谍、卧底，都是凭借对方的信任得到情报，从而击败对方，这有什么错误吗？律师这个职业本身就会引起内心极大的冲突，如果你太软弱，我建议你换一个行业。我们啊，真的是白手起家，我也没有结婚，公司就我们3个人，我哥，我嫂子。那个时候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哦。我说的嫂子啊，是苏萍，挺好的一个人，又生孩子又工作。我还记得那时候她大着肚子，还每天在外面跑销售呢。家业就是这么整出来的。我跟我哥的股份分配是他60我20，那是因为我哥把他的1半的股份给了苏萍，后来苏萍去世了，就把他那30又搁回我哥那儿。如果你是我，我就想问问，你会不会把你哥还有王嫂的股份拱手让给一个一天都没有跟你们打拼过的女人？那你哥，他应该早点立遗嘱。从他发病到走就半个月，他时间太快了。而且在我的世界里，我认为，就是因为蓝红的照顾不周，我哥才会生病。在我看来，那就不是一个能够照顾家的女人。可就算你再讨厌蓝红，你也不应该不让他见你哥呀。我哥那个时候神志不清了，谁也不认识，我怎么让他见？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那小姑娘才2岁。我是不想让那小姑娘看见她爸爸最后那个样子。法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是无效的。
我今天请你来哈，我真是拿你当朋友，我是真想问问你，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是，那遗嘱呢，是我打印的，但那的确是我哥的意思。我了解我哥，他要不是因为发病那么快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让我来做这个接班人。那不可能是蓝红啊，他一天都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怎么会把上百亿的家族企业交给他呢？可是你哥不会让蓝红零继承。我之所以写零继承，那是因为蓝红在外面的口碑。他如果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把家产给他呢？他必须是零继承的。如果他能够本分，踏踏实实的，我绝对不会亏待了他。你也可以去问问这么多年，哎，我上一个嫂子跟他生的孩子，我是怎么带的？我对那孩子比对我自己的孩子还要好呢呀。我相信。可是王丽应该提醒你。他的确提醒我，他也跟我讲了，如果真的要提到司法鉴定的话，鉴定的结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肯定是零继承。啊，咱扯句题外话啊，他可真不是我开的啊，是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没脸见我，他才自己走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因为他跟你姐，我也知道你姐肯定是站在你那边，我也相信你能够理解，毕竟血浓于水嘛，亲情关系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替代的。哎，如果你能够理解你姐，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跟我哥现在的关系。毕竟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不可能把我跟我哥打下的天下拱手让给他吧。那这样，我去做蓝红的工作，我说服他，你们庭外和解。公司由你继续来经营，但遗产，你虽然蓝红的孩子，4个人每人1份，你可以接受吗？我就知道跟你能谈成，而且我发现，现在好多律师啊，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越谈事越多，还不如我自己谈呢。我不能接受。为什么？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是怎么跑到我们家，当着我妹跟我女儿的面儿，跟我宣布遗嘱，告诉我零继承。如果遗嘱有效，你就是零继承。但这个遗嘱不成立，这遗嘱根本就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是在他哥哥丧失行为能力之后。如果孙浩瀚还活着，他有机会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写一份遗嘱，你认为他会让自己的亲弟弟零继承吗？遗嘱应该体现的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而你我都清楚，孙浩瀚的真实意思，就是既不希望你零继承，也不希望孙超越零继承。如果他真的在天有灵，我相信他一定希望自己创办的公司能够基业长青，你跟你们的女儿能够安居乐业。而不是为了他的遗产打得鸡飞狗跳、反目成仇，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为什么让蓝红签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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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
这是一个相对公平，而且可以让他们释怀的协议。不，我是蓝红的代理人，不是你。这是我的案子，本来我是可以打赢的，全胜。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案子去打，案子当然有输赢。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赢了孙超越零继承，你输了蓝红零继承，他们都输不起。所以和解是风险最小的选择。我没有替他们做决定，我只是给了他们一个选项而已。在角逐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只能够战胜残酷，只能去圈住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夜的形状正是模样，别去想那些失望，梦想都终将绽放。